二战是小型武器的狂欢，其中冲锋枪可谓是四分天下，斯登、MP40、波波沙、M3 黄油枪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其中那把定义了二战德军中距离暴力美学，让盟军又恨又爱的传奇武器 MP40 冲锋枪。在正式开讲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 MP40 到底有多强？它究竟能否做到电影里横扫一整条街的无限火力？如果你穿越回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废墟，转角遇到一支苏军突击队，你手里只有一次扣动扳机的机会，你是选那支射速如狂暴电锯的波波沙，还是选这把看起来冷静克制的 MP40？ 别急着给答案，看完今天这期深度拆解，你可能会对这把反派神器产生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认知。说起 MP40， 我们必须先纠正一个在轻武器界流传了几十年的惊天大冤案，哪怕是现在很多好莱坞大片甚至战史书籍依然管它叫施麦瑟冲锋枪。在这里我要为胡歌斯麦瑟老爷子正个名，他虽然是枪械大师，但他真没设计 MP40， 这支枪真正的生父是埃尔玛工厂的副经理海因里希·沃尔默。由于盟军在缴获的弹匣侧面看到了施麦瑟的专利铭文，就草率地把整枪的名字安在他头上了。其实施麦瑟只是持有那个弹匣供弹结构的专利，这个误会也就成了轻武器史上最大的乌龙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造枪就像是在造钢琴，需要慢工出细活。早期的 MP18 或者 MP28 使用了大量的实木枪托和复杂的机加工零件，成本高得吓人。哪怕是 MP40 的前身 MP38，它的机匣也是用一整块实心钢材慢慢洗削出来的，极其耗时耗力。如果你手头有这些枪，你可以翻开枪身，或许还能寻找到那个由3个字母组成的工厂代码，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出生证明。比如代码 AYF 代表埃尔玛， BNZ 代表斯泰尔，而 FXO 则是黑尼尔。你要是能找到一把印着早期代码，机匣上带着纵向洗削槽的 MP38， 那绝对是收藏界的重器。回归正题，当时的沃尔默意识到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发展，战争本质是工厂产能的对撞，而不是艺术品的展览。于是 MP40 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制造革命。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采用冲压工艺和点焊技术的冲锋枪。什么是冲压？简单说，就是把钢片像印月饼一样压成形，然后用电焊把零件焊在一起。这种做法在当年被很多传统枪匠鄙视为造罐头盒的垃圾，觉得这枪打不了几下就会散架。但这种廉价感背后是产量的几何倍数增长，是让步兵搬火力质变的唯一途径。虽然随着战争的推进， MP40 的设计还在不断缩水以适应生产，但这正是它的高明之处。比如1942年之后的改进型，为了省事，机匣底部的加强筋从最初的5条变成了平滑表面。这种细微变化是区分早期型和末期型的关键，也是德意志工业在战火中求生的缩影。除了工业革命，你或许也注意到了枪管下面那个奇怪的下巴，那是一个显著的向下凸起，官方学名叫护栏挂钩。很多人以为它是装饰，或者是为了给士兵练习单杠，甚至有人把它当成前握把，但它其实是专为半履带车和装甲车成员设计的救命稻草。当时德军步兵大量搭乘 SD.KFZ.251 这种开放式装甲车，士兵在飞驰颠簸的车上向外射击时，这个钩子能死死挂住车体装甲的边缘，能有效防止枪管因为强劲的后坐力向后弹回车内，避免在颠簸中把子弹扫向队友的后脑勺。这种能防猪队友的设计都能考虑到，不得不说当时的德国真的很硬。而且 MP40 的护木和手枪握把采用的是当时领先时代的分权树脂，这种代号为 TYPS 的材料在40年代非常罕见。它不仅减轻了重量，更具有极佳的绝热性能。在零下30度的东线战场上，它不会像金属那样粘掉你的皮，也不会像木头那样因为受潮而开裂。德军士兵在极寒中扣动扳机时，脸贴在护木上不会感到刺骨的寒冷。这种德意志式的战场人文关怀，让德军士兵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稳定输出火力。试问，这种从细节处都武装到牙齿的武器，它能不强吗？当然，肯定有朋友不服，设计的再合理，火力不行，依旧白搭。你说的没错，火力不行确实白搭，尤其还是冲锋枪。我们先聊聊枪械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——射速。波波沙的理论射速高达每分钟900发以上，
听起来就像是疯狂的撕裂绸缎声，震撼人心。而 MP40 呢，理论射速只有区500到550发每分钟，听起来慢条斯理。很多键盘侠因此会嘲笑说，这射速也太拉胯了，对拼的时候不是被波波沙秒杀吗？朋友们，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真理，在真实的近战中，盲目的射击不叫本事，精准的点名才是杀人技。MP40 之所以能打得这么稳这么准，秘密全藏在它的机匣内枪里。沃尔默先生在这里玩了一个高级的机械戏法，即3段式套筒附近簧结构。普通冲锋枪的附近簧是裸露在外的，而 MP40 弹簧被密封在3层套在一起的精密钢管里。这玩意儿的工作原理就像现代汽车的液压避震器，弹簧在密闭空间往复运动，内部的空气阻力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气压缓冲垫，这在物理学上极大地平顺了枪击的往复冲量。它不仅彻底杜绝了泥沙进入弹簧导致卡壳的风险，更让 MP40 打起来像是一台精准的缝纫机。这种极高的单兵可控性让 MP40 在连发射击时的散布非常紧密。对比汤普森冲锋枪那种野马脱缰般的跳动， MP40 更像是一个冷静的职业骑手。而说到人机功效， MP40 的这种细节处理做到了极致，如它的垃圾柄在机匣左侧，这对于右手射手来说简直是天才的设计。这意味着当你更换弹匣后，右手不需要离开握把，左手就可以直接顺势向后拉栓上膛。这种左手拉栓右手握把的布局领先了后来很多现代突击步枪几十年。此外， MP40 的瞄准距也非常务实，采用了翻转式罩门，分为100米和200米2档。在那个大多数冲锋枪只有固定准星的年代，这种设计赋予了它在中距离精准收割的能力。当然，早期型号有个致命缺陷，那就是没有手动保险，跳车震动经常导致走火打死自己人。但德军在1942年后迅速引进了推拉式安全锁，除了那个著名的 L 型缺口，垃圾柄上增加了一个可以推拉的小圆钮，可以把机栓锁在前方。这种双重保险的设计彻底终结了早期 MP38 那噩梦般的走火隐患。或许上述的描述大家对 MP40 没有清晰的定位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直观的数据大横评，看看 MP40 在当年的竞争对手中处于什么位置。首先登场的是汤普森 M1A1， 其射速700发每分，威力大，但4-5弹药远距离下坠严重，一支造价高达200美元，堪称土豪专属。波波沙 PPSH41， 射速900发每分，火力压制无敌，但加工粗糙，枪口跳的能打下敌人的侦察机。而 MP40 射速500发每分，精准度2战第一，冲压件成本极低，一支只要20多美元。这种极高的性价比和战场表现的平衡才是它真正强大的地方。为了追求这种精准，它发射的是经典的9×1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，这种子弹初速稳定，停止作用出色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和鲁格 P08、瓦尔特 P38手枪子弹完全通用。这种模块化后勤思维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就是士兵手里的生命线。当然 ，MP40 也有个极其著名的弱点，就是那个双排单进的弹匣。这种设计让2排子弹要在出口处挤成一列进入枪膛，阻力极大。只要弹匣口沾了一点泥沙，或者因为士兵握着弹匣射击导致轻微变形，立马就会卡壳。德意志官方也在使用手册明确警告，严禁紧握弹匣射击，以免改变供弹角度导致悲剧。有趣的是，当初为了对抗苏军71发大弹鼓的火力优势，德军甚至搞出过并联双弹匣的 MP40I。虽然弹容量提升到了64发，但这种手动扩容的暴力美学，因为增重和故障率，最终只生产了几千支。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更偏爱汤普森的威力、波波沙的射速，还是 MP40 的这种精准控制。既然 MP40 性能如此优秀，那德军是不是人手一把呢？当然不是了。实际上，二战期间德军共生产了110万支 MP40， 听起来很多，但你要知道，作为制式步枪的毛瑟 98K 足足制造了1400万支，这个比例大约是14:1。这意味着战场上每14个拿着烧火棍的步兵里，才有1个拿着 MP40 的幸运儿。在标准的德军步兵班里，通常只有班长或士官才配发 MP40， 它是精英的权杖，是身份的象征，代表着你面对的是德军的硬茬子。如果你在瞄准镜里看到一个带着折叠枪托武器，胸口挂着2组6连装弹匣包的德国兵，别犹豫，先打他，
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单位的灵魂人物。为什么精英们如此钟爱它？因为它折叠后只有63厘米长，非常适合在狭窄的楼梯间、地下室和战壕内快速转身。那段残酷的巷战岁月里， MP40 就是德军最后的骄傲。虽然德军在1945年投降了，但 MP40 的传奇故事才刚刚开启。战后，全世界都像疯了一样收集这种好用的战利品。其中最魔幻的一幕发生在50年代的以色列。作为曾经受害者的角色，在建国初期的战斗中，他们主力冲锋枪竟然是这款 MP40。如以色列精英部队101小队手里拎着缴获来的德造 MP40，在荒漠中续写了他的威名。这种杀人者的凶器变成了复仇者的利剑的历史讽刺感，简直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。甚至在后来的越南战场，美军特种部队也经常从北越游击队手中缴获这些老古董，有些甚至是苏联从柏林仓库里翻出来，为了恶心美国人而转手送给北越的。这种横跨半个地球、跨越意识形态的生命力，本身就是对它强大设计最好的背书。它不仅影响了战争，更深深影响了后代武器的基因。英国的斯登、南斯拉夫的 M56、以色列的乌兹都能在设计深处找到它的影子。哪怕是今天在某些偏远地区的局部冲突中，你偶尔还能看到那标志性的黑色轮廓。它不再仅仅是一支冷冰冰的枪管和弹簧，它是一个工业时代的缩影。虽然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高效杀戮，但它展示出的机械智慧依然让现代工程师感叹。作为一个武器爱好者，我必须承认 MP40 代表了冲锋枪发展的一个极致。它用500发的稳健射速告诉世人，战争不需要毫无意义的狂热，只需要冷静而精准的执行。直到今天，在各国的军事博物馆， MP40 依然是那个最受瞩目的明星。它那标志性的向下折叠枪托一出现，仿佛就能让人听到那个时代的隆隆炮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想在结尾再次问大家一个思考题：在了解了它的设计逻辑、机械细节以及那些致命的缺陷后，如果你是那名士兵，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，你依然会坚持选择这把德意志精准之剑吗？或者你觉得哪款武器才是你心目中真正的二战冲锋枪之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是你们的博主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